建国，给妈一口吃的吧。妈10来天没吃东西了，就一口，求你了。建军，是妈啊，开门。妈，这个月不是我们家养你，你回去吧。都第几次了，烦不烦啊？金凤啊，妈就想口水，喝完水就走，不打扰你们。喝水你去老大家啊，这个月是他家养你，别来我家添乱。建民，是妈呀，你这里有吃的吗？能不能分妈一口？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老大老二都娶媳妇了，就我没有，你还有脸来？妈，给平儿，妈对不起你啊，是妈害死了丫丫。那些该死的蝗虫丫丫没了，我不能再没妈了。妈，你快吃！老头子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把所有家产都给了那仨白眼狼，是我害死了你和丫丫，到头来只有平丫头想着我。给这老不死的吃也是浪费，他还能活几天？还给我，这是我给妈留的。住手！你们竟然做出这种事儿！虫子来了！恭喜宿主激活种田系统空间，空间内种植和养殖的东西都能100倍速成熟。这可惜太晚了，如果有来世，结婚生子怎么就不能分家了？我也是林家人。屁的林家人，你就是想占便宜。怎么到地府了都不让人清静？老婆子，老婆子，你怎么了？老头子，妈，这家怎么分？你给句痛快话。分家？我这是重生了，还是重生在蝗灾来临的7天前？妈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分家？你有什么脸分家？妈，不是你打我干嘛？我打的就是你。家里为了给你盖房娶妻生子，花了1半的家产。这些年你没往家里孝敬过1分钱，现在还想分东西？你连脸都不要了吗？大哥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你都搬出去住了，还来凑什么热闹？妈，我知道你最疼我，金凤还怀着孩子，这间大屋肯定分给我。地我也只要家门口的那2块就行，您就跟着我们享福，将来含妻念孙。还想分大屋？你想得美！你娶媳妇时没有3转1响就不结婚，把家里都逼成啥样了？最后还要了500块彩礼，还想分家？做梦去吧！妈平时不这样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妈，你今天是不是感冒吃错药了？老娘精神好得很，我看你是欠打。嘿嘿，妈，那所有家产都留给我了吧？妈，你疯了！见人就打，我可是你小儿子。最没资格分家的就是你，你整天游手好闲，1分钱没给家里赚过，还拈花惹草，害家里花了多少冤枉钱，还想分东西，我呸！那老婆子，咱这家就不分了？分，当然要分，不过要按我的方式分，所有家产都给平丫头和丫丫，我和老头子也跟他们住，其他人滚蛋。给我？翠莲不会真吃错药了吧？她平时不是最看不上这丫头吗？是啊，从没给过平丫头好脸啊。妈，我一个女的哪有资格参与分家的事儿啊？您别开玩笑啊。是啊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确实没资格。就算没出嫁，也没有给丫头片子分东西的道理。对，她还带个拖油瓶，分她东西，早晚便宜别人。你们说这些话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们俩不是你姐帮我拉扯大的吗？你家不仅儿子是你姐带大的，结婚用的都是你姐的彩礼。为了你们，她快30才出嫁，你们良心都让狗吃了吗？原来我对家里的好，妈都记得。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
姐对弟弟好点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我姐怎么说都是个外人，我和建国可是为你们林家延续香火的大功臣，这房子和地都得给我们。功臣，我呸！自从建国结婚后，给过家里1分钱吗？东东所有花费都是我们出的，你还教他叫我们老不死的，你有什么脸跟我叭叭？妈，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让我大着肚子没地方住吧？妈，你怎么又打我？你媳妇儿有身子，打不得，我就打你这个当家的。你养不起媳妇儿就别娶回来，好吃懒做，油瓶倒了都不服，没地方住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再说一遍，家产是凭丫头的，你们都给老娘滚！村长，哪有这样分家的？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怎么说，这20多年我们也为家出了不少力的。翠莲妹子，孩子说的也有道理，平日里出工干活也没少出力，你再想想。时机差不多了，村长，我也不是不通情理。这样吧，庄稼、地、粮食，还有那间老房子，他们仨随便分，但这个院子和种子、家里的现金都留给我们。地和庄稼都不要，翠莲想啥呢？便宜那仨兔崽子了啊！蝗灾一来，那些庄稼都会被蝗虫啃食干净，粮食最多撑1个月。只要有他和种子在，我们一家就能渡过难关。你们可同意？行，同意。同意就去搬粮食，从这里滚出去！要我说，这大屋也是我们3家的，凭啥给个外人？没错。你闭嘴吧，没看到吗？以老家伙的脾气，再惹他屁都没有。别急，走着瞧，早晚这些都是咱们的。你们也出去吧，我一个人静静。你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可不能忽悠我啊！我真的进来了！恭喜宿主激活种田系统空间，在本空间内种植和养殖的东西都能100倍速成熟。100倍速成熟，太好了！空间里的水是灵泉，有着洗精伐俗，还能强身健体、治疗伤病。空间里的灵田能加速植物的生长。当宿主完成养殖跟种植任务，系统空间将会升级，并奖励道具。灵泉。这怎么感觉忽然有使不完的力气？不愧是灵水，不行，得让老头子和平丫头都喝喝才行。送我回去吧。系统给我装满水。真神奇，有了这系统空间，就算是蝗灾来了，也不担心没水喝了。现在水源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就差粮食了。发现可种植种子，宿主是否开始种植？种植。检测到小麦种子正在启动100倍成熟。什么？几秒钟的时间就长得这么高，这么壮，好厉害！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粮食了。对了，空间养殖也是100倍成熟，要不把那只老母鸡在这里，应该下蛋能变快吧？检测到10年老母鸡正在启动100倍养殖。什么？这哪是下蛋，这是量产啊！恭喜宿主完成种田任务，系统空间升级，奖励池塘1个，灵气、弓箭、鱼竿以及无敌鸡毛掸鸡。友情提示：系统奖励的灵气有着神奇功效，
能帮助宿主轻松狩猎，请宿主利用新工具完成任务，助力空间升级吧。这次蝗灾不知道要多少年才会结束，光有这些吃的还不保险，不如先去后山打猎，完成系统任务，看看还能奖励些什么。空间里的弓箭做得真精致啊！大婶儿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也想打野味吗？我看啊，您还是回去看孙子吧。小伙子，可别小瞧老太婆，没准啊，我还能比你先打到猎物呢。你还真敢说，我可是方圆几十里最厉害的猎手，不信咱们就比比看。好啊，来了。大婶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伙子，看来你不太行啊。都怪这野鸡太机灵了，要你也射不中。是吗？那我射中了呢？你要射中，那我这只兔子就输给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哼，一看就不会打猎，这野鸡都飞了你才射。恭喜宿主完成打猎任务，系统空间升级，奖励灵田翻10倍。10倍灵田，这奖励真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愿赌服输。给。看我做了什么好吃的。愣着干嘛？快吃吧，以后我们家顿顿有肉吃。老婆子，你怎么把家里的鸡给炖了？这日子不过了！妈，看在丫丫还小的份上，求你放过我吧。平丫头，快起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你别逼我嫁给镇上李老头的疯儿子，那疯子已经打死过一个媳妇儿了，我不能嫁呀。外婆，你别赶妈妈和丫丫走，丫丫以后不吃东西，天天给您干活。哎呀，我上辈子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平丫头说的没错，老婆子，你可不能再把她往火坑里推了。妈，你别打丫丫，她年纪小。放心吧，娘不逼你改嫁，这些年都是娘的错，偏心你几个兄弟。娘保证，以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们一口吃的。嫁人的事儿，我绝不勉强。妈，你杀了家里唯一的鸡，不是因为要送我走吗？傻丫头，怎么会呢？以前是娘没良心，让你受苦受累还不落好。从今天起，娘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。先吃饭吧。这不年不节的，咋还吃上肉了？好香啊！我怀孕了，都没吃几顿肉。老不死，不对，奶奶，我要吃肉！老婆，放开我，我要吃肉！想吃肉，找你爸妈去，我这没你的份儿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！这里没有你妈，只有一个老不死的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妈，你怎么跟孩子一般见识呢？东东正长身体的时候，想吃点肉怎么了？就是，反正你们不是炖了一盆吗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滚！以后我们家天天炫肉，你们想吃肉自己想招去，少来烦我！不就吃顿肉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东东，妈回家就给你杀鸡，鸡留着下蛋呢，日子不过了。怕什么？很快就秋收了，咱们不是分庄稼了吗？到时候再买鸡崽呗。没错，建军，一会儿咱也杀鸡吃。对了，分的白米也焖上，我要吃顿好的。能行吗？哥，你怕什么？他们老的老，小的小都敢吃鸡，咱们差啥？好，那咱就吃。杀吧，杀吧，
现在把鸡都杀了，看大灾来了，你们怎么办？翠莲妹子，我听说你把家里鸡杀了，天天吃鸡，你仨儿子也都这样，这影响太不好了。我怎么舍得杀家里的鸡呢？是刚好捡到的野鸡。不过村长，我有件重要事儿和你说。昨天我爸托梦给我，他说4天后大旱灾和蝗灾就要来了，百年不遇，到时候热的石头上都能摊鸡蛋，铺天盖地的蝗虫。你让大家把钱都换成粮食，多存点水，能收的庄稼就赶紧收了。什么？大旱灾、蝗虫？妹子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咱们这从我出生起就没闹过旱灾。再说蝗虫那种东西，怎么可能铺天盖地呢？我知道有点扯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人命关天，你就和大家说说呗。行吧，但我可不保大家能信。真是作孽呀！翠莲妹子这好好的一个人，被那几个白眼狼气傻了。我也只能帮到这里，剩下的就靠他们自己了。对了，看看空间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灵泉水可真神奇，鸡喝了不仅长得好，都能飞了。2天多，稻子熟了2茬，小鸡也都成年，开始下蛋了，真快呀！以后鸡肉和鸡蛋都能随便吃了。不过空间池塘还空着，可以抓一些鱼养着。妈，你从哪弄来这么多鸡蛋？怎么来的？你们就别管了，去炒了给我外孙女补补身子吧。我去抓点鱼。你什么时候会抓鱼了？少问。爸，我明白了，我妈肯定是想把丫丫养胖，然后卖了，这样我嫁人就能要更多彩礼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跑。丫头，别慌，你们孤儿寡母的能跑哪儿去？这事听我的，先给娃炒鸡蛋。那老婆子敢乱来，我和她拼命。爸，那我听你的。妈，是炒鸡蛋好香啊，我也想吃。不就是个炒鸡蛋吗？一会儿妈也给你做，天天炒给你吃。翠莲妹子，你还想从河里捞吃食啊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还拎那么大一个桶。是啊，这里早就没有什么鱼了。哎，翠莲妹子，你怎么没放鱼饵啊？那鱼能上钩吗？你这是学姜太公啊？愿者上钩。我说啊，有这时间，你还不如回家歇着呢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快就有鱼上钩了？我就说吧，这里哪有能吃的鱼啊？就算有，也轮不到你啊。是哦，想来这里碰运气的人多了，可惜都没那么好运啊。恭喜宿主钓到7彩鲮鱼，奖励成熟鲤鱼50条。最迟3、4天，鱼塘里新一批鱼就能成熟了，到时候就再也不用心没鱼吃了。他们连鱼都能吃得起，这也太奇怪了。我明白了，那个老不死的肯定是藏钱了，我们这些年赚的血汗钱都被他昧下了，所以才大吃大喝。哥，你说的没错，难怪他会那么大方把地分给我们。我去叫老三，把属于我们的那份抢回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！这是鱼汤，城里人说能补脑，快喝吧。老婆子，你这又是哪儿来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抓的呀。你会不会抓鱼，我们能不知道吗？就告诉我们实话吧。打我呀！来呀！你们先吃。谁呀？住手！你们来我家闹什么？妈，你分家的时候藏钱了，对不对？你赶紧把藏的钱都给我们，否则你别想过一天安稳日子。花大家赚的钱逍遥快活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坏透了！家里的钱可是我们起早贪黑赚的。钱？家里哪还有钱？你们怕不是在做梦吧？从给你娶媳妇开始，家里就有饥荒，好不容易好了一点，你又结婚，3转1响加彩礼，那些钱都是我和乡亲们挨家挨户借的。还有你，让人家闺女怀了孕，被人家老爷们揍，哪次不是我去张罗钱？要钱没有？债有120，你们仨要不要分了？
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抢！妈，你就别骗我们了，说实话吧。就是你没钱，你哪来的鸡吃？哪来的顿顿鸡蛋？现在连鱼都吃上了，当我们傻呀？造孽呀！咱们家啥样，你们仨比谁都清楚，怎么可能留下钱嘛？是啊，建军，你结婚欠的账现在还没还完呢。你们爱信不信，都滚出去！别等逼我动手。妈，你一把年纪了还动手，可别闪着腰。我呸！老太婆，你吓唬谁？今天你不把钱交出来没完！行了，别和老太婆废话了，钱比啥都重要，先抢了再说。没错，先拿了钱再说。抢你老娘的东西，看我不打死你个不孝子！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大，就是让你们来抢老娘的吗？你个不孝子，白眼狼，没心感的东西！疼，妈，疼，妈，别打了！一根鸡毛掸子，至于吗？还有你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坑蒙拐骗，就知道和女人混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疼，真他妈疼啊！滚！老婆子，你身子骨咋忽然这么好了？是啊，妈，我感觉你变了一个人一样呢。是吗？其实也没啥，多吃饭，多喝水就好了。粮食、鸡、鸭、鱼，还有蔬菜都备足了，这一世的大灾不用愁了。这西瓜又凉又甜，真好吃，外婆也吃。这要多谢你外婆在地窖里存了水。这天真热呀，我这辈子从没遇到过。这才哪到哪儿啊，不过是开胃菜。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已经开始了。热死了！我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热的天。你们说，翠莲被托梦说有大旱灾的事儿，会不会是真的？这天气也太反常了。不可能啦，咱们这啥时候有过旱灾呀？咱家鸡被你杀了，鸡蛋也吃了，粮食也造了不少，真有旱灾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我家也被霍霍差不多了。信他鬼话干嘛？咱这什么时候闹过旱灾？就是。大家别慌，翠玲妹子说大灾来的时候，石头上能摊鸡蛋，我让铁柱去拿鸡蛋了。来啦！真熟了！蝗虫，完了，大灾真的来了！妈说的是真的。这么多蝗虫，庄稼肯定是完了，还要等1年啊！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别说1年了，现在谁家能有1个月的存粮啊？臭娘们儿，都是你把家里存粮都造了！想打老娘，信不信我这就去打胎？村长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我能有啥办法？方圆数10里都遭了灾，借粮都没地方借，真是后悔没听翠莲的话呀！妈妈，我不想再吃米糊了，我想吃肉。你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要吃肉，想得美！不嘛，我就要吃肉，死孩子，你找揍了是不是？你们俩就消停一会儿吧，吵饿了又要多吃饭。闭嘴，还不是你没本事。好香是肉，是奶奶家。我们为啥要和奶奶分家呀？她家天天吃肉。可恶，凭啥这死老婆子天天炫肉，我就只能啃红薯？不吃是真饿呀，算了。丫丫，再吃一个鸡蛋，长得高。
妈，他已经吃了一个了，这么吃下去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是啊，老婆子，照你这样子，再多的粮食都不够你吃的。再说，如今灾荒，村里人都在吃野菜糊糊，你这天天吃肉，遭人嫌啊！你不能只顾眼前啊！也对，几天还好，时间长了没个合适的说法，难免引人闲话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我的天爷，翠莲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粮食啊？这够吃1年的了吧？居然还有腊肉！我家建国说的没错，这个死老太婆真的藏钱了，分家把我们都撵走，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享受，真是该死！这事我得和老二好好说道说道。没错，这事儿没完。这俩娘们儿肯定没憋什么好屁，估计都在惦记那些粮食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这些粮食是哪来的？卸车吧，我舅舅送的。你哪来的舅舅？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快搬得了，就你话多。丫丫，怎么了？我东东说他爸妈今晚要偷走咱家的粮食，让我饿死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我还正愁他们不来呢。老婆子，你去干嘛？把他们欠我们的都拿回来。建军，整天吃这个我已经受够了。你妈有那么多粮食，怎么不去要点儿？当初还不是你吵着闹着要分家，现在如愿了。沈翠莲，你还真会给自己找借口。妈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儿子的。还拿这么多东西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想要肉和粮食啊，那就拿地来换。不可能，没地了，以后日子咋过？绝对不行。饿死了，日子一样过不了。想清楚来找我吧。你个黑心的老太婆，给你儿子点粮食会死啊！我说过，他打不得，我就打你。我把你养这么大，给你娶媳妇儿，就是为了让你们骂我的吗？你们都是成人了，我没义务再养你们。想要粮食，拿地换。建军，准备东西，今晚就把老太婆的粮食都偷走，我倒要看看到底谁会饿死。咋样了？今晚那仨白眼狼应该都会来偷东西，你们布置一下，让他们吃点苦头吧。怎么生了这仨没良心的玩意儿？小丫头，丫丫，来帮忙！来吧，拿了我的都给我送回来，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。死老太婆，粮食多的没地方放了吗？到处扔豆子。哎呦我去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妈，有动静，应该有人进去了。外婆，我们要进去抓人吗？不用，等着看戏吧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空的，怎么会？我明明看着他们把东西放进来的。没事，粮食要紧。这粮食呢？会不会已经被老三或者老大给偷了？我们能想到，他们也能。我操！林建军，是你把粮食偷走了？不是我一粒粮食都没看到。会不会大哥他们？那老东西带着门扇在屋顶放土干嘛？别管这些，先找粮食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大哥，就咱们几个在这儿，你就别装了。大家不都冲着粮来的吗？
老二、老三，你们也太狠了吧！1粒米都不给我们留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。我和凤进来的时候，粮抽就是空的了。不过老三比我们来的更早。也不是我啊！如果我已经拿走了粮食，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我们怕是被骗了，赶紧走。想走，再吃点苦头吧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鸡吗？是吧？这东西是老鹰变的吧？我衣服都被它撕碎了。这是什么鸡？力气好大！鸡吃人了！终于走了，我们也赶紧走。快来人，抓贼呀！快！打不开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去找东西砸开它。是你们想干什么？我的老天爷呀！我上辈子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居然生了这么3个白眼狼，把我的粮食都偷走了啊！还让不让人活呀？妈，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来的时候粮食就没了。你少胡说八道！大家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，我的粮食没了，你们几个却在我的仓房里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村长，你说句公道话。翠莲说的没错，丢了这么多救命的粮食，这可是大事儿，把他们抓起来，交给督察队吧。别交督察队啊！村长，您看这事儿私了行吗？私了也行，但你们要先把粮食还给翠兰。可我们真没粮食啊！那就有多少给多少，然后把地给我。收地，这可不行！怎么？这已经很便宜你们了。现在粮食有多金贵，谁都清楚。有翠莲就能撑过灾年，把地还了都不肯吗？可我们1粒米都没拿到啊！别得便宜卖乖。地和粮食我们肯定不能给，我们就会土里刨食。没了地和粮食，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。村长，您看能换别的吗？好，那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3转1响都交给我。你就把忽悠女人用的首饰、实心衣服、化妆品给我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不愿意啊，那就报官吧。别，我们同意。几个兔崽子，别急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会慢慢收拾你们的。当年为了凑这几样东西，可是差点要了我的老命啊！这话咋我还从没听过呢？平丫头，除了这辆车，其他东西都是你的了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。平丫头，你不能再这么唯唯诺诺了，你得支棱起来，昂首挺胸。作为女人，你要把自己捯饬得漂亮点，硬气点，谁敢欺负你就打回去。再说，他们这些东西里都有你的血汗，你的彩礼，你赚的钱不都填补给他们了吗？这都是你应得的。对，报纸上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，丫头，你就收着吧，不为自己想，也为丫丫想想啊！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平丫头，以前都是娘不对，对那几个白眼狼太好了，完全忽略了你的感受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咱不哭，咱日子都越来越好了，开心点啊！妈，我想听话匣子。妈妈放给你听。翠莲啊，知道你家粮食被偷了，这是村里大家伙凑的一点吃的。大灾当前，大家都不容易，粮食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还客气啥？再说这事儿说起来也怪我们，你说大灾会来，我们都不信。如果信你的话，抢收一下庄稼，怎么也能有点收成。乡亲们平日里对我也算不错，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。对了，空间里带灵气的种子应该不怕旱，不过要先解决蝗虫的问题。
伙计们，给你们加餐了，给我冲！空间里养大的贼鸭不仅听话，分量还大，刚好用来对付这些蝗虫。不过那3个白眼狼的装甲就算了，让蝗虫去吃吧。哇，这是哪来的邹鸭？居然会飞！真稀奇，我还第一次见。真稀奇，我还第一次见。难道神仙派来救我们的？奇怪了，为什么只有我们3家的地里没有鸡鸭呢？是啊，邪门了。撒丧粮丧呗！先是闹着分家不想管老人，后来又去偷亲娘的粮食，神仙管你们才怪。你说谁丧良心？说的就是你们，兴你们做，还不兴别人说了吗？就是，还是好人多啊。那就再给大家加个餐吧。老婆子，抓野猪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咱赶紧回去吧，别让野猪把我们拱了。别什么，野猪也就是比家鸡大一点，凶一点，没什么的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赶紧走吧。老婆子，你快跑！老婆子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这还是你吗？怎么不是我？这是我爸托梦时教我的法术，他希望我能用这些法术度过大灾之年。我怎么不知道咱爸还会这些？一会儿就说那野猪是你打的，为什么？我这样的老太太打死野猪谁信啊？你怎么说是个爷们儿？再说你曾经不也是个老猎户吧？是倒是，我年轻的时候可是这10里8乡最厉害的猎手。听说林叔打到一头好大的野猪，谁？林兴国，他有这本事？村长，是真的吗？能有肉吃了？是啊，兴国也算是老猎户，就是很多年不出手了，没想到宝刀不老啊。他的意思是把这头猪分给大家，回报大家对他们家的救济。不过具体怎么分，还是要他说了算。大家放心，今天都有肉吃。村长，我听说有肉分。快走！快走！你照样玩使劲花，你不能在这儿了。村长来了，沈翠玲，站住！这肉没你们的份儿。老太婆，你未免太霸道了吧？我们来分肉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还真关翠莲莲妹子的事，因为这野猪就是她男人打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爸，你什么时候会打猎了？这你管不着，反正家已经分了，我们的东西我们说了算，这野猪没有你们的份儿。翠莲嫂子说的对，百善孝为先，你们3个不孝子儿还想吃肉，吃屁去吧！没错，赶紧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老太婆，你等着，这笔账我早晚会和你算的。我会让你们后悔的。好了，开始分肉了。张老三，庄稼被神机救下来一点，现在还有肉吃，感觉今天像过年啊！林婶儿，你就是我再生父母。油嘴滑舌。早知道就不分家了。是啊，不分家，咱们也能顿顿有肉吃了。其实我也后悔了。一群废物，你们仨大老爷们儿还能让一个老太婆给拿捏了？我们这么多人还斗不过她？丫丫，这是你最爱吃的五花肉。肉肉真好吃。妈，你把丫丫喂太胖了，长大该没人要了。没出息。我们丫丫这么聪明漂亮，为什么一定要在意别人？我们要自己活得精彩。爸，妈，救救妞妞！哎，丽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妈，他们不是人，他们要把妞妞给卖了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臭娘们儿，皮紧了是吧？还敢往娘家跑？看我打死你！你
你个死老婆子，居然敢打我儿子！打你儿子怎么了？我连你也照打。亲家母，你还讲不讲理？我们管自己媳妇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我亲闺女，今天谁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我就跟她拼命。上一世就因为我没管这件事，导致丽丽带着妞妞逃跑，摔下了悬崖。丽，妞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们啊！丽丽，说，出了什么事了？有妈在，妈给你做主。就因为闹黄灾，日子越来越难，郑胜利他就想把妞妞卖了换钱。那是我的主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丽丽，他们想把妞妞卖多少钱？1500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出2000，孩子我买了。你买了？就吹牛吧你！连女儿都卖的穷鬼，能拿出2000块钱来，谁信啊？当年是妈不对，让你嫁给这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是妈错了，是妈对不起你。行了，别哭哭唧唧的了。亲家母，我把话撂这儿，你要真能拿出2000块，我们立马把孩子给你们。行，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让郑胜利和丽丽离婚。好，离就离，有2000块钱还愁啥媳妇儿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没钱、孩子、林丽，你一个都别想要。我们走。妈，2000块啊，我们到哪儿去弄啊？要不我们再去抓头野猪？钱你们就不用操心了，我有办法。丽丽，赶紧吃点吧，把心放肚子里。妞妞的事儿，妈给你解决。要凑齐子那么多钱，只能卖掉空间一部分物资。不过一下子出手这么多，怕是会引起人注意，看来得去黑市了。大婶儿，是想卖点什么吗？我卖粮食和肉，但有点多，你能吃得下吗？粮食和肉啊，那太好了。你放心，如果我刘三儿吃不下，这市场里就没人能吃下了。说吧，你到底有多少钱的货？3000。大婶儿，你耍我啊？我耍你干嘛？你看，都是这个质量的粮食和肉，你看看什么价？我去，你居然有精米精面，还有土鸡、鸡蛋！大婶儿，我可以给你米1斤2毛，面3毛1斤，鸡肉给你1块2，鸡蛋2毛。可你真要有这么多货？货你不用担心，不过我要先看到钱。钱没问题，麻子，你去拿钱。挣3000，货呢？跟我来。货都在这儿，你们清点一下吧，多的送你们了。三哥，没想到这老太婆竟然真有这么多粮食。不过，我们真要给她那么多钱？货你们也拿到了，该给钱了吧？先等等，我得知道你这货是哪里来的。哪儿来的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反正绝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从某些见不得人的渠道搞来的吧？那就别怪我们黑吃黑了。这货我要了，至于钱嘛，不好意思，你就别想了。你们是想明抢吗？没错，为了不惹来督察，只能委屈你先老实一会儿了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！明抢？那你可找错人了。你他妈的倒是上啊！
麻子，你叫的人呢？都出来，给我弄他！一群不学好的兔崽子，我今天就替你们爹妈教育教育你们。我去，这怎么可能？假的吧？别打了，疼啊！太坏了，饶命啊！放心，死不了人的。钱我先拿走了，你如果想要粮食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这是郑胜利一家的地址，如果你们能找到郑胜利一家作奸犯科的证据，我可以再多给你们500块钱的粮食。如果做不到，就挨我一脚。对了，你们只有2天时间。粮食呢？鬼啊！知道是鬼就别这么好丧了，不想死都跟老子去找那个郑胜利去。妈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那么多钱，这老婆子到底能不能弄到啊？妈不会跑了吧？不会，妈现在不一样了。钱呢？老太婆给我死出来！不是说今天给钱吗？老婆子还没回来，你们先等等。什么没回来？我看是跑路了吧？那天打老娘的时候不是挺威风吗？不给钱是吧？那就砸了他的狗窝，把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娘送出来。爸，别打我爸，有事冲我来。别急，等下有你好果子吃。你家就这么点东西？你都拿走吧。人家都说你们家天天吃肉，就这么点东西，骗傻子呢？皮紧了是吧？给我打！别打，老婆子一定会带钱回来的。带你妈呀带！滚开，老东西！别打我妈妈！外婆，你在哪儿啊？外婆！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家里钱都藏哪儿了？家里是真没钱，一直都是老婆子管钱。真有藏起来的钱，也要等她回来才能知道。呸！那老东西不回来，老娘还要等他一辈子不成？这小姑娘细皮嫩肉，养得还真好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你们别动丫丫。妈，这事和我姐我爸都没关系，求你放过他们吧。滚一边去！连个再棒的都生不出来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跟我爸爸？胜利，去把那小丫头片子给我抓过来，带走。求你把丫丫留下吧！求你别卖我外孙女儿！滚开！先带他出去。我让你拽！我让你拽！我让你拽！别打我爸！你快停下！住手！谁打的我的人？出来！别喊了，是我打的。你打的？吹什么牛逼？就你一个臭老太婆，有这能耐？老太婆怎么了？就不能收拾你们了吗？你少装神弄鬼，钱呢？
钱我答应3天给你们就一定会兑现，但你们跑到我家打人还抢孩子，这事怎么算？给你脸了是吧？还在这装上了，谁拳头硬谁有道理。我就打你家人，抢你孩子了，你个死老太婆又能把我怎么样？看来真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了。给我们颜色？你当自己是谁？上，揍他一顿就老实了。先去找妈妈吧。爸妈要被打了怎么办啊？是啊，你俩不用担心，你妈比你们想象的厉害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妈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你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呢。你妈之前连野猪都一拳打死了。还打吗？不打了，大侠，饶了我们吧！饶你们可以，但刚刚你们打了老头子他们，怎么也得给你们点教训。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晚了，让你打我老头子，我让你打我女儿，我让你抢我孙女。妈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现在知道叫妈了。打丽丽卖妞妞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，他们也是爹生妈养的，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下得了手，你根本畜生都不如。亲家母，我是无辜的呀，我连一句话都没说过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你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没有你的纵容，能有这样的老婆和孩子吗？他们得到的好处，你没享受吗？现在可以说说孩子的事了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忘了孩子还在我们手上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给够我们钱，你别想再见到妞妞了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？3000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3000块，我的天！好，这3000块我给你。我没听错吧？3000块，林婶这么有钱吗？估计是借的吧。又扯犊子，你能借到3000？嘿嘿，有钱，妹子咋不早说呢？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妞妞呢？只要有钱，这些都好说。咱们可是儿女亲家。我可没有你们这样的亲家，这是我在城里打印的离婚协议，你过来把字签了，否则你们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
你先把钱给我吧。老郑和孩子留在这儿，等我们走远了，他自然会把孩子给你。不用那么麻烦。你别过来，否则。去找妈妈吧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那个亲家母，现在孩子也给你们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们一家人坑蒙拐骗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以为能这么轻易的就跑了吗？马娟、郑胜利，有人举报你们涉嫌多起犯罪，和我们走一趟吧。别抓我们，我们没做坏事，我们是良民啊！对，我们好人啊。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举报你们的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犯罪证据，有什么想解释的，回局里再说吧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闹事的人呢？当我们靠山村好欺负是吗？已经没事了，多谢大家来帮忙。翠莲妹子，真对不住，大家都在抢收最后那点粮食，来晚了。麻烦大家了，关键时刻还是要靠乡亲们，不像那仨白眼狼，人家都打上门来了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早知道就不生这几个玩意儿了。是啊，太不孝了。对了，村长大哥，我这里有些耐旱的粮食种子，你通知下大家，让大家来领一下吧，应该能帮大家度过灾年。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！现在大家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，我这就去通知大家，大家知道这个消息肯定高兴坏了。村长说的是真的吗？能种地了？村长说有耐旱种子分，那我们可有救了！他们这是在干嘛？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种子的事儿。别管了，看他们的表情，肯定是好事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大家别急，都有份儿。这些种子不管是多么干的地，只要你们按照常规方法种下去，也不用浇水，最长1个月就能有收成了。翠莲姐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没有你，这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啊！大家别跪了，我可承受不起。大家快起来！王家妹子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，都乡里乡亲的，大家互相帮助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林家嫂子，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这种子能是真的吗？那么厉害？管它是不是真的，拿到手就算不种，也够吃几天的呢。这是我弄来的东西，没你们的份儿。出去！妈，你真要这么绝情，想逼死我们吗？我绝情？昨天那么多人打上门，你爸都快被人打死了，你们在哪儿呢？你们的情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把地还给我，我可以给你们种子，种1年度过灾荒。想骗我们的地，门儿都没有！我就不信这么旱的天儿，你那破种子能种出庄稼来。我们走。马上你们就会来求我了。不好了，大哥，地里长出庄稼了！这怎么可能？
长这么快？是啊，以这个速度，这些粮食真能救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听有人说，长得最快的菜已经开始收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马上就不用过这种每天只能喝粥的日子了。大哥，不如我们去给妈认个错吧，总比饿死好吧？哼，你看我干嘛？要认你们仨去吧，反正我是不会跟那个死老太婆认错的。我也不去。走吧。知道错了。妈，是我们不对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帮帮我们吧。是啊，我们怎么说也是你亲生的啊。妈，我们求您了。之前我提出用地换1年种子，你们不同意。现在来求我，晚了。妈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照做就是。好，除了地以外，首先你们俩要把娶媳妇的彩礼钱还给我，然后那间老屋我也收回来，丽丽和妞妞也回来了，这边有点挤了。至于你，就把我之前帮你摆平那些烂事的钱还我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同意，但彩礼钱我们得以后慢慢还。妈，我也没钱还呀。那就每人写个欠条吧，我不急。大屋多好，你们为啥非要搬这老屋来呢？妈，我们都是当妈的人，怎么好意思一直赖着跟你们一起住？好吧，反正粮食、腊肉都给你们存好了，还想吃啥好吃的就跟妈说。没想到林平这个傻女人也有翻身的一天，不过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嘿嘿，就她那脑子，还不是3言2语就得把好东西都上赶着送给我啊？平平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丫丫呀。你想干什么？有人想买孩子，给了1000块。丫丫呢？你赶紧把她给我。不行，我绝不卖女儿。让开！松手！我给你脸了是吧？爸，你醒醒啊！之后丫丫被他狠心抢走卖了，爸也因为受伤加上灾荒没能熬过去，不到10天就走了。平平，离开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你有多重要。我发现我不能没有你，丫丫也不能没有爸爸。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们复婚。复婚？当初是你不顾平丫头怎么请求，坚决要离婚的。你知道她离婚带着孩子受了多少委屈和白眼吗？现在你又想娶回去，你当平丫头是什么？玩物吗？妈，我知道我对不起平平，但我当时是被那狐狸精迷了心窍，现在我已经醒了。平平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，我答应你，以后肯定再也不花心了，一心一意对你和丫丫好。丫丫不能没有爸呀。你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货色？少来这花言巧语骗平丫头。妈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我之前做的事儿确实太不是人了，但我知道错了，我一定会改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给你什么机会？给你机会让你再害我女儿外孙女一次吗？滚！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
平丫头，吴有就是一个死也会改的混蛋，你可千万别心软，到时候吃亏的是你。我走了。好在丫丫睡了，否则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吴有，他怎么还敢来？我只能拿这么多，太多我妹就发现了。我就知道萍萍心里还是有我的。这不是为你，是为了丫丫。我不想丫丫没有爸爸被其他人看不起。不过复婚的事儿，我妈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同意的，你不要着急。我不着急，不过下次东西得多点，我也得让我妈知道你的诚意。萍萍，妈！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没看出来他是花言巧语在欺骗你吗？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丫丫不能没有爸爸呀。没有爸爸，你找一个不就有了吗？2条腿的男人那么多，非要他这条烂黄瓜吗？可他说改了。唉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丫头啊？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妈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嘘，看了你就知道了。给，都是精米，够我们吃上好几天的了。这么好的米，他说给就给你了。现在这年月，米可是救命的东西啊。林平那女人就是个大傻子，她现在一心想着我会说服我妈重新和她复婚，所以我想要啥，她都会马上想办法给我。死鬼，你前妻对你这么好，还有粮食，你确定不会和她复婚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半拉眼儿也没看上她，傻了吧唧，一点情绪都没有。要不是因为她家忽然有米有面还有钱，我会去忽悠她。例如，你等我把她的东西都骗到手，咱俩就结婚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他和那个狐狸精根本就没断过。哎，你呀，什么时候能真正硬气点？别总想着男人，女人怎么了？女人照样能撑起半边天呢。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萍萍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如果你觉得我要10斤米太多了，给我5斤也行啊。我妈那边我去解释。滚！林平，平丫头，做得不错，早就该这样。这是我和萍萍的事儿，和你个死老太婆有什么关系？滚远点！挨打没够是吧？我记得我说过，我要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好你个死老太婆，还敢打老子！看我不弄死你！死老太婆，你死定了！你知道我老大是谁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他就是城里大名鼎鼎的刘三爷，他一句话就能把你这夷为平地。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刘三儿啊！就算他真来了，也得对我恭恭敬敬的。吹，你可真能吹！你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想让刘三爷恭恭敬敬，他疯了吗？跟你我有必要吹吗？就是刘三儿帮我找到了你在外面胡搞的地方，我带平丫头看了，他才对你死心的。
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俩等着，等我把刘三爷叫来，你们就知道他的厉害了。是谁啊？这么不长眼，敢动我的人？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三爷的厉害！死老太婆，还不赶紧出来，给刘三爷下跪！等等，你惹的老太婆吗？是个什么样的老太婆？就是个普通农村老太婆啊，种地的。还有林平，不把你家所有东西都给我，你别想好过。对，都给我。这不是以前的大姐夫吗？我听说他在城里混得不错，这下老太婆肯定完了。那几个人一看就不好惹，最好把老太婆打死。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？上次二姐夫带那么多人来闹事儿，不也没事吗？你知道啥？那次是因为督察来了，这次不一样。刘三爷我听说过，那可是跺一脚城里都走3斗的人物。怎么怂了？刚不是还说就算刘三爷来了也要对你恭恭敬敬的吗？怎么现在不敢出屋了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三爷，就是他。三爷，您打我干嘛？是他这个死老太婆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。你他妈给我闭嘴！神爷，我错了，是这货坑我。如果知道是您老人家，给我100个胆，我也不敢来您这闹事儿啊！沈姨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刘三不是城里大人物吗？为什么要给咱妈下跪？一定是搞错了。我刚说，就算刘三来了，也要对我恭恭敬敬的。你现在信了？信了，信了。那就说说吧，骗我女儿还想到我家闹事这件事儿，你想怎么办？难道沈姨家闹事？你活腻歪了吧？那个，我保证再也不纠缠林平了。之前骗的东西我都如数，不，我加倍还给您。求您高抬贵手，让刘三爷放我一马吧。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另外每个月给丫丫10块钱抚养费，交给刘三爷就好。这会不会太便宜他了？要不我让人打断他一条腿。唉，就这样吧。当年是我强把平丫头嫁过去的，我也有责任。都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没想到那个刘三爷都那么害怕老太婆，这样下去，我们仨绝对什么都捞不着，得想想办法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手里有2本反动书籍，我们可以把它们偷偷放进老太婆家里，然后举报她，让她进去蹲几天。没了她，其他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就好办了。这办法好，我知道老太太有个小箱子，她很少动，想办法放那里准行。不过为了万无一失，老三你身上再藏一本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就用你藏的。行，就这么干。你就是沈翠莲吧？有人举报你私藏反动书籍，请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反动书籍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一个老太太私藏什么反动书籍？绝对没有这种事儿。是你亲儿子举报的，还能有假吗？又是你们仨！我前生造了什么孽啊？生了你们这么3个畜生玩意儿！俗话说捉奸拿双，捉贼拿赃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这么说我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这种事儿我们可不敢乱说，当然有证据。督察同志，证据就在这里面。在这个房间里，无论看到看不到的东西，我都能放进空间里。你想栽赃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打开我看看，是什么反动书籍？请看。这应该算诬陷吧？捕风捉影确实需要教育，但还算不上诬陷。我们政策是宁可出错，也不能放过。我不可能看错，肯定有反动书籍，大家一起找找，可能被他藏在别的地方了。在这里，我找到了。
为了对付我，准备的还真充分啊。可惜这2下子可栽赃不了我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家怎么会有反动书籍呢？你给我看看，到底什么书？还不死心？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，你自己看好吧。你说的反动书籍就是这本《三字经》吗？你胡说，怎么可能是《三字经》呢？让我看看。绝对不可能是《三字经》。可惜，确实是《三字经》。没想到被我替换了。空间里的那些破书也有用得上的时候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……你们还有其他证据吗？那我……等等！我要举报他们3兄弟私藏反动书籍。你们一家人还真有意思，开始儿子举报娘，现在娘又举报儿子。那我们过去搜他们3家吧。等等，搜可以，哎，但他不能去，我担心他会做手脚。没错，我们只信你们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东西就在他们身上。我们身上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呢？哎，你们看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。这本书，我之前可是在翻动书目上看到过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从没看过这本书啊！没错，这确实是一本反动书籍。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你别过来！对，我们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你们怕什么呢？你们有多喜欢这本书啊？居然分成2半看。这不是我的书，是他栽赃给我们的。没错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还有我也是被冤枉的。你们就不要狡辩了，证据确凿，我亲眼看到书是从你们的身上拿出来的，还能有假不成？你们3个跟我走一趟吧。你听我解释。事实就在眼前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抗拒执法可就不是这个罪。终于能清静几天了。沈姨，我这次来找您是想和您买上次消失的那批货，现在灾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我们可以出3000。你就准备一直发荒灾的财吗？我也想发别的财，可惜没机会啊。我表弟在南方承包粮食加工厂，一年赚好几万，但投入也大呀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？如果能把农牧工厂承包下来，我空间里的粮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做工厂购买的粮食，放到工厂里加工了。这样就算空间产出再多东西，也不用愁了。沈姨，你说没想到什么？我要承包城里的农牧工厂。沈姨，我觉得你还是别碰那个地方为好。现在大灾当前，那个农牧工厂马上就要倒闭了，现在接手肯定血本无归啊。多谢你提醒，不过这个工厂是一定要承包的。你尽最大力量，大概能凑出多少钱来？所有招数都想的话，能凑2万，但得很快还钱。好，帮我把钱借了，我给你粮食。你有这么多粮食？我有的粮食其实不止这些，可惜你吃不下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空间里几百亩地，夜以继日的生产粮食，这些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点罢了。沈姨，
我刚是不知道您是用粮食借钱，其实只要有粮食，想要更多的钱也不是问题。农牧工厂规模不小，我可以帮您弄到这个数，这样应该就万无一失了。你真的要承包我们工厂？没错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得先和您请教一下，我出多少承包金合适呢？别看农牧工厂很大，但实际上这是个烂摊子，领导恨不得给你钱让你承包。当然了，他们可不会这么说的。我和你透个底，承包金你只要帮他们够发欠的工人工资就可以，大概5000块钱吧。5000块，这么少吗？妹子，听哥一句劝，这就是个火坑，千万别跳。多谢周厂长提醒，不过我有计划。所有原材料都不花钱，想亏都难吧？那就随你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都是工厂的领导了。老婆子，我们哪当过领导啊？别把工厂给干黄了。安全第一，其他随便干，黄不了。终于出来了，没想到这辈子还有蹲局子的一天。现在想想，我们做的确实过分了。你们快看，那是不是咱妈？很像，但不太可能。她什么时候穿过这种衣服？轿车她这辈子也没坐过吧？没错，老妈坐轿车，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都少见。不对，或许真有可能。你们看，那不是大姐和二姐吗？她们都穿这么正式了，老妈为什么不能？没想到工厂还挺好管理的。就是那些规章制度好烦，老忘。这次错不了了，肯定是大姐和二姐。看来在我们蹲局子这些人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建军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凤，我们刚刚好像看到老妈坐轿车走来，还看到大姐和二姐穿得好正式进工厂了，这不是幻觉吧？啥幻觉啊，是真的。那老太婆已经是农牧工厂的厂长了，而且不知道用了啥招，让厂子一下赚了不少钱，现在要把村里人都弄进工厂呢。啥？妈当厂长还赚钱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，这太离谱了。我觉得并不是没有可能，你们仔细想想，自从分家之后，妈都做过什么？抓野鸡、钓鱼、预言大灾，卖罕灾能种的种子送我们进局子，哪件事儿不是她之前没干过的？所以当个厂长也不是没可能。这不是那仨白眼狼吗？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？难道也想进厂上班吗？不可能！翠兰妹子亲口告诉我的，她儿子那3家不让进厂。这就对了，管他们干嘛？哼！村长，我妈真的告诉你不让我们进厂吗？那还有假？我劝你们啊，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庄稼吧。虽然不用浇水，但你们啥都不管，也很难有个好收成。村长，你管他们干嘛？他们就活该饿死！这些王八蛋，自从死老太婆当上厂长后，就没一天给过我们好脸色。我们在村里没法活了，你想想办法啊！看来只能这么办了。快说，你要怎么整治那老太婆？没错，一看到他们一家人开心的样子，我就难受。我的办法是赔礼认错。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？原来就这，还不如放屁呢。是啊，赔礼认错还用你教吗？你们知道什么？你们想想，自从分家之后，我们和老太婆对着干，哪次赢过？不仅一点便宜没占到，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，还有地、房子全都搭进去了。最后我们仨还蹲了局子。再这么整下去，我们只有越来越惨。你们信不信？二哥说的对，大家想想，其实妈对我们一直都很不错，从来没亏过我们，也没委屈过我们。倒是对大姐、二姐之前很过分，她现在对他们好点，我觉得是应该的。
之前的事儿是我们不对，确实该道歉。对，老三这套词儿整得很硬，我们到时候就按照这个思路给妈道歉，我就不信她能不心软。到时候我们一回家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，是村里其他人羡慕的对象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赶紧的吧！你们这一出戏文里叫什么来着？你们这一出戏文里叫什么来着？这叫负荆请罪，人家戏里的大官看到这么请罪都原谅了，妈你也原谅我们吧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是啊，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吧。我们以后真改。那你们说说错哪儿了？我们错在不应该分家，我现在老后悔了。我们错在不应该狗眼看人低，谁都有发达的一天。我们错在栽赃你。你们不用演戏了，我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跪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厂长，有钱了也有权了，而你们什么都没有。你们眼馋我手里的钱和权，想认个错就有机会分我现在拥有的东西，捞好处，过好日子，对不对？我明确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你们少想靠着花言巧语就能忽悠你们老妈，再和过去那样掏心掏肺的把家里的东西都给你们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妈，你真的误会我们了，我们真是认错，想回家才来的。没错，我们真知道错了。你们不走，我走。坚持住，妈心最软。要不是算了吧，太累了，而且老妈也没来过，估计不会给我们机会了。不对，我们得坚持。我想明白了，我们错在没良心，分家不是错，孩子大了应该分出去过，爸妈不也是分家单过的吗？但我们分家时只想着自己，根本没有考虑爸妈还有姐姐们的感受。老三这理由编得好，一会儿我们就这么说。我没编。妈，你真要原谅他们吗？怎么会？他们的目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不过虽然动机不对，但看起来倒还算有点诚意，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希望接下来他们能真心悔改吧。妈，就让我们回家吧，我肯定再也不提分家的事儿了。我们错就错在没有孝心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妈，我们以后肯定好好孝敬你。别着急表决心，我说的机会可不是让你们回家，我是给你们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，让你们进厂当一名普通工人。我和村里其他人都说过，只要在厂里认认真真做事，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好过的。妈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不再让您失望。对。那你们出去到厂部登记吧。刘经理，我那3个儿子准备到工厂上班，但我感觉他们没想好好干，你让人盯紧了他们。沈厂长放心，他们一旦做什么坏事，我抓过来送到您身边。不用送我身边，也不用指或者抓人，通知我就行。有些事儿一定要让他们长记性，付出重大代价，他们才会明白。好嘞。这都3个月了，还是个小工人，你不是说你会当大领导吗？就是，你们俩，厂长儿子工资全村垫底，丢人！哼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二哥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觉得现在的日子挺好啊，工厂的工资比城里所有工厂都高，而且还多劳多得，你就别瞎搞了。废物，就知道卖力气干活赚钱。你之前泡女人的那些花花脑子都哪儿去了？你动脑子好好想想，我们可是妈的亲儿子，结果呢，待遇最好、权力最大的位置却给了那个刘三儿，凭什么？刘哥不错啊，办事能力强，也能压住人，大家都服他。我和你二哥就不服，我们已经想好了，3个月来大家都清楚我们的身份，不管我们和妈的关系如何，都是母子，只要利用好这层关系，肯定能从厂里捞到钱。没错，工厂是妈的，那就是我们的，赚来的钱也应该是我们的。妈不给我们就想办法自己拿，合情合理，天经地义。那死老太婆呆着没事就发奖金，简直就是败家子，发的可都是我们家里的钱啊！建军，
想办法都弄我手里来。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种呢。放心吧，媳妇儿，我会让你变成阔太太的。你们自己作死吧，我可不奉陪。报告沈厂长，林建国和林建军果然再次行动啊！两人伙同财务人员已经挪用了12万公款，倒是林建民让人意外，已经连续5个月先进标兵了。是时候让他们长记性。已经5个月了，汇报下你们的工作吧。我负责食品的包装工作，这几个月的工作业绩一直都垫底，但真不是我不努力，是因为我是新来的，对工作不熟悉。不熟悉，村里人和你是同时开始上班的，但铁柱从第2个月开始就是业绩第1，难道他之前干过食品包装工作吗？你呢？我干的工作是给鸡退饶，业绩也一直垫底，但这不怪我，是其他人都太厉害了。张老憨的儿子少一根手指，能有多厉害？你看看建民，从上班第1个月就是业绩第1，上个月还创造了厂里的历史，是厂里有史以来1个月内加工玉米最多的人。同样是我儿子，怎么差别这大呢？建民为什么就能做得这么好呢？我也没想太多，只是觉得现在的日子挺不错的。还有就是我是厂长的儿子，不能给厂长丢脸，是不？没想到建民这个浪子居然也有回头的一天。建国、建军，你俩坦白交代吧，这2个月挪了工厂多少钱，都干什么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妈，我没挪过钱啊，我只是个工人，哪有这权利啊？是啊，妈，你冤枉我们了。你们确实没有这个权利，但你们利用是我儿子的身份，忽悠那个财务给你们支钱，还打着我的旗号从单位拿钱的事儿，我都已经查清楚了。现在不过是给你们俩一个坦白交代的机会。但我们没什么可交代的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对，还嘴硬，从你们第1次这么做开始，每一笔钱的时间、金额，这上面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你们以为死不承认就没事了？老三，是你干的对不对？我和你大哥一直对你不错吧？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别乱咬人，我这5个月一直起早贪黑的上班，哪有时间举报？再说你们干的事也从没和我说过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别乱咬人了，这事儿和老三没关系。从你们进厂第1天起，我就已经安排人盯着你们的一举一动了。你们真大胆，居然挪走12万，就等着吃牢饭吧。妈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是啊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12万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。不算什么，说的太轻巧了吧？你们知道那是多少钱吗？就算城里工人也要连续工作几百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。再说，你们有什么理由让我原谅你们？我们是你亲儿子啊！对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亲儿子，你们干过亲儿子该干的事儿吗？你们俩说说，我和你爸辛辛苦苦帮你们娶媳妇儿，还帮你们盖房子、带孩子，你们给过家里交过1分钱吗？你们主动关心过我和你爸吗？娶了媳妇儿的时候，你们想的是什么？是我们俩老了成了累赘，你们要分家。倒是建民上班后就主动把工资的1半给了我们。我之前做的事太混蛋，没一天让爸妈省心。这些钱算是赔罪吧。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你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就算你们3番2次的想害我，我还是决定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只要你们能改，我还是能接受你们。可惜你们不知道珍惜。建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车间经理了。至于你们俩，就去该去的地方吧。根据上级命令，依法逮捕林建国、林建军，立即执行。那个督察同志，我们虽然挪了工厂的钱，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工厂造成什么损失，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呢？对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影响工厂任何人，也没影响工厂的生产。你们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你们只要尽快，最好10天内将挪用的钱全部还清，再取得当事人的谅解，做出一定的赔偿，
或许可以不判刑。不过这要看沈厂长的意思，他如果一定要追究你们，我也没办法。妈，我们真知道错了，您就饶了我们吧。对，我们一定改，我真不想坐牢啊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但你们挪走的可是12万。刚督察也说了，只要你们能在10天内把钱还回来，我也不要你们的赔偿。这件事我可以不再追究。太好了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不用10天我们就能把钱还回来。其实那些钱我们没怎么动过，我的钱都在郑玲手里。没错，我们挪钱才2个月，怕您知道，啥也没敢买。我这就回家和金凤把钱要出来。看来你们俩对媳妇儿比对妈更好啊，从我这儿偷钱放到媳妇儿那里。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们的钱恐怕没那么容易拿回来。哪能呢？玲，上次给你的那6万块钱你还没动吧？赶紧给我，我急着拿钱救命，否则我就要蹲几年大牢了。蹲大牢？你偷钱的事儿被发现了吗？没错，妈早就安排人看着我们哥仨呢，所以我们刚一动手，其实她就知道了。现在她给了我们一个改过的机会，让我们10天内还钱。你赶紧把钱给我吧。那个我给不了你了，那6万块钱有2万被我弟弟还赌债了，另外4万我给我爸妈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。啥？6万块钱这么快都弄没了？我就实话实说吧，其实我鼓动你偷钱，就是想救我弟弟。他借了刘黑塔的钱去赌，结果血本无归，刘黑塔要砍他一条腿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实在没办法，所以就把我推进火坑是吗？你不还钱，也就是蹲几年大牢。我弟如果没钱，他腿可就没了，你就帮帮他吧。有你这么帮的吗？蹲几年倒轻巧，让你弟赶紧去帮我借钱。另外，把给你爸妈买的房子赶紧卖了。我们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上哪能借到那么多钱啊？另外10天内卖房根本卖不上价，肯定也不够你还的，不如坐牢换这6万块钱。你想想，6万啊，多少年才能赚来啊？只要蹲几年就有了，多划算！林建国，你反了是吧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爱咋地咋地。那些钱你一定要藏好，我们孩子的将来可都靠它呢。放心吧，我藏得好好的。话说，我们干嘛不拿着钱赶紧走啊？那可是6万块，我们这辈子都赚不了那么多钱。你怎么这么小家子气？这点钱就知足了？偷钱这种事儿，有1次就有第2次，所以我们不如等林建军再偷几次再动手。反正那死老太婆有的是钱。还是你脑袋好使。那个建军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我冒着坐牢的风险拿钱回来给你，你却背着我怀别人的种，把钱都给这个野男人。赵金凤，你还有没点良心？快把钱还我！我和富哥原本就是一对，如果不是他忽然回城了，哪有你什么事儿？钱我绝对不会还你。另外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你个不要脸的！这敢打我媳妇儿，欠揍是不？这他妈是我媳妇儿！你别抱他！你不能只把我打！妈，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？不是我不给，是你们媳妇儿没给你们机会，那只好听督察的了。走吧。这房子有什么好的，值得你们俩这么看？咱们搬到城里住的可是独门独院的大别墅，比这大多了。是啊，你看丫丫和扭扭根本就不想回这里。这房子虽然差了点儿，可凝聚着我和你们爸爸的心血啊。当年我们俩为这个院子腰都快累断了，建军他们就是为了他才拼命想分家的。
说到建军，你们知道他们两家现在怎么样了吗？听说建国和建军在里面表现不错，加上妈最后还是网开一面，没有追究全部责任，所以再过2年应该就能出来了。郑玲带着东东改嫁给了一个叫王强的人，那个人好吃懒做，还总是打她和孩子。郑玲的腿被打断，东东也被王强偷着不知道卖哪里去了。赵金凤被那个王父骗了，她和建军离婚后去找王父，结果王父已经卷钱跑了，最后她把孩子流掉了。但大灾当前，她家里根本没钱调理，结果感染再也没办法生育了，估计是很难嫁出去了。据说现在人有些疯疯癫癫的，有些不正常了。别提他们了，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我们赶紧走吧。建民那边的新房今天装修完，他可是叮嘱我们几次，今天一定要去看看。当年为了分这房子和地，一家人闹得鸡飞狗跳的，没想到才1年多，我们就要离开，再也不回来了，真不敢想啊！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将来我们还要去大城市，去国外呢。我们一家人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。